Hello，大家好，欢迎来看中田和图哥的土道。嘴瓢了，欢迎来看中田和图哥的频道啊。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嘴都瓢了是吧？对，大家好啊，这是中田啊，这是图哥，有点沧桑，我俩最近啊，有多长时间了？估计有个3个星期了吧？3个星期了， 3个星期没有更新。对，然后我们一直在忙，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项目要上线嘛，所以一个可以说是2024年最大的项目，对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就是最大的项目上线之后，就把我们两个的这些时间就被占用了，所以没有日夜兼程嘛，可以说。然后中田还被我派到上海去上海出差了9天，整整9天。不过这次还好哈，中田就是去逛了大上海，对的，然后去了外滩，对，看了外滩上的夜景，看了大明珠，带着3个法国同事啊，这个用法语说的 déambuler 你知道，就是散步那个逛啊。然后看了一下人民公园那个虾仁角，哇，非常吃着炸鸡，吃的是煎饼，山东煎饼，不错。看了东方明珠，非常好。去了南京路上好8连，南京路上真不错啊，南京路人山人海。住了个4星级的宾馆，万豪是吧？万豪。然后拜他们就是南京路人多啊，还碰到了个马库，所以就算了，幸好大家不懂。那个真是很漂亮。那个南京路上人多嘛，然后大家无论哇，感受一下晚上就是夜上海那种气氛，感受一下魔都，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我可能也没有这个之一，我感觉是上海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了，应该是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盖得还真不错。各种设施、基础设施，再加上那个生活便利，然后对于人来说，哇，真的是生活在上海啊，特别是静安区那一块，真的很幸福，蛮幸福的。我们是2个人一起出差，去年10月份去了一次，然后中田是1月份又去了一次。然后而且呢，1月份去的时候不是我不想去，是因为我的那个长居到期了。图哥还不是法籍哈，那个图哥是10年长居，就是那种所谓的永居嘛。然后10年以后到期的时候啊，又去换了一张10年，那个时候去不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因为也确实是我不想去。不是不想去啊，主要是没钱了。budget 有问题，确实我也一开始也不太想去。好吧，还好这次。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谈我去上海的行程啊，我们可以哪一天再谈一下，然后上海行程。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谈一下一个很怀旧的东西啊，就是金庸的作品叫《倚天屠龙记》。对。然后图哥，我觉得你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应该看过对吧？这本书看过，但是已经差不多忘记了。主要是记得最牢的吧，就是94年马景涛跟周海媚嘛，周海媚版本的那个《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那个是最深刻的。就是周海媚就是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演员，香港女演员，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北京是四合院吧。对，在四合院，他自己因为生了那个天狼斑，就是天狼疮，然后这叫什么？什么狼疮啊？就是我记得是天狼疮，不是天狼疮，叫红斑狼疮。红斑狼疮，我继承了天狼疮，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复发，然后就已经去世了。当时还感叹了一下，因为当时也是看过马景涛，就是周海媚版的这个周芷若嘛，非常漂亮。然后当然作为我是一个资深的金庸迷啊，然后他的小说几乎我都看过了，而且看的时候还是正是在高中那几年看的，印象很深刻啊。但是《倚天屠龙记》当时，因为最近图哥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开始进行又开始复看。然后马景涛版的这个《倚天屠龙记》，就是我俩就是图哥和我谈的时候，我只是感触很深啊。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
这个视角和我当时看书的视角，也就是10几岁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才拉出来，我们就谈一下嘛。然后我们就先让图哥说一下他最近看《倚天屠龙记》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想法，就是那一个镜头和想法吧，就我们就点评一下，然后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的再往前慢看，就说到现在为止你也没看完嘛，然后你就拿出你说哪个镜头让你感触很深，然后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来谈一下。行，这样哈，就是最近呢就重新在那个台视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频道里面又把《倚天屠龙记》周海媚和马景涛的版本又拿出来看嘛，就是看了以后呢，你知道马景涛是谁是吧？各位，就是那个咆哮君，就是咆哮帝啊，哇，就这个，继续吧。周海媚也知道啊，周海媚很漂亮。刚才说的那句话也是蛮刺激到我这个心里面去的，就是说看的感慨就是感触是不一样的。当你就是我们20多年前，我们都是40岁的人啊，40多岁的人，我还没到40岁，马上到。胡歌是40多岁的人，然后钟情也是40岁，然后就是20多年前跟现在40岁的看，完全是2部作品。小时候就是喜欢那些刀啊、剑啊、打呀、杀呀，然后就一个感触说，哎呦，我绝对不会像那个张无忌那个样子，扭扭捏捏、软软弱弱，每个东西都要思前想后，每个决定对喜欢哪个都不那个，完全就自己就没有自己的想法，总是被人给怎么说？带偏嘛，带偏，总是被人给带偏。然后说我们的重点可能更多的是谁武功高，哪个能打赢谁，然后那些情情爱爱的东西加了一点点，哎，好烦啊！我能不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往前面拖，现在就可以往前面拖。以前都不能往里面拖，就是慢慢的说，哎呀，你搞个什么情情爱爱的，看到后面谁打谁啊？他等一下要那个这个跟谁打，那个跟谁打，谁赢？对，然后就说，哎呀，这种孬种，这种软蛋，我看个什么？就是咱们年轻就是高中的那一会儿就10来岁嘛。然后你不管是看书啊，还是特别是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我要把他们所有打架的那个情节全都集中在一集，哇，看得好爽！又是乾坤大挪移，又是那个，又是九阳神功、九阴真经、九阴白骨爪。当时就是为了看哪种大力金刚指。哪种武功是最高的，就看他们拳对拳、脚对脚，然后一人打的是鼻青脸肿。但是后来慢慢的忽然发现啊，金庸讲的不是武侠，对，他讲的是人性、人生，也是人生，也有人生当中的选择，感悟跟选择，是他因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那种可能人生的经历跟领悟。写出来了一些东西，现在看了就完全对那些怎么样，就是打拼的场景吧，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关注。但是作为现在就是看到张无忌去面对这几个女孩子的选择，跟他们的相处这个方面，就多了好多一份的思考，就多了一点那个叫什么生活上的，就是一种感悟了，一种思考。一种新的选择，然后图哥最近跟我说，然后我们还是要达成一致，就是达成一致的说，其实张无忌心中的第一个人选是谁啊？那我们就着重说一下，因为这是谁啊？是小昭嘛？是小昭。然后我们就因为图哥最近一直给我安利我这个是那个重新看嘛，就安利这个电视剧嘛，而且图哥就重新翻出来那个张无忌和小昭，就特别是马景涛版的这个他俩分离的那种情景，辛晓琪的那个两两相望那个歌，对，让我们图哥然后再复盘一下啊，再复一下，然后当时的情景，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就是各个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嘛，对，在我们俩就是一致，现在是一致认为哈。那个张无忌心里面最喜欢的确实是小昭，因为什么呢？小昭就是不吭不卑，说了一句话，就说我愿意一辈子在你旁边伺候你。然后小昭长得也是绝美，对，水灵的，然后也是就是
怎么说救了他一命的，就是在让他学了乾坤大挪移。对，应该说是张无忌的那个资本，雄厚的资本全都是小昭给的啊，互相支持。他是乾坤大挪移是如果没有小昭，他绝对学不成，没有乾坤大挪移，也就没有以后的张无忌。也就是说，是小昭给了张无忌未来无限的可能，给了那把钥匙，打开未来的那把钥匙。对，然后我们就说一下小昭被带去那个波斯，就是我们说的。你简单介绍一下那个还是让那个背景吧。context， 小昭是谁？小昭，我还真的。小昭是紫山荣王的女儿嘛。他们是波斯总教的，他俩就是波斯总教的圣女嘛。他妈就是背着那个波斯明教的总教来到中原的明教里面，然后当了那个紫山荣王，然后跟一个男的，就是我现在也姓叶吧，好像是，他结婚了，然后生了那个小昭。但是呢，在波斯总教的明教那个教规里面说了，圣女是不能结婚的，不能破处。所以他妈妈是为了爱情，然后就突破了他们的教规。对，可以这么说吧。对。然后小昭呢，然后也就是说，从波斯总教上来看，她属于也是圣女，对，有原罪的。然后这种圣女的接班人，应该是这样说吧。对。所以这个有一个设定，就是他妈妈肯定是犯了教规，然后这个波斯总教呢肯定会拿他问罪。然后，但是呢，因为小昭是圣女的孩子，也就是从理论上来讲，她是有可能接替这个她妈妈职务的。对吧？她就是圣女，她已经就接替了。她已经接替了，是吧？对，这就是一个设定，前提设定啊。然后呢，再往后推，因为小昭和张无忌相识之后，他就把乾坤大挪移心法是波斯总教失传了，波斯总教失传心法。说实话，就是这个教的心法。对。然后呢，小昭利用他应该是利用嘛，他是圣女的身份，然后把这个心法交给了张无忌，是吧？有这一方面。而且他把心法也偷出来了以后，就给了波斯那边明教的总教嘛，然后就立了一功。因为他小昭呢确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他拿到心法之后，首先是交给自己爱的人。然后又拿到这个，因为拿到这个心法，也可以替他妈妈赎罪，不然的话他妈妈会要受火刑给烧死嘛。这是为了救他妈妈。然后这个时候，图哥就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波斯总教，然后提出了一个让小昭无法拒绝的一个方案。他是小昭是赎了罪，但是呢，并不能抵消，不能完全抵消说他妈。就是紫山荣王，不去受火刑，他们就要求他们两个人重新回到波斯总教，然后呢，小昭就变成波斯总教的明教的教主，然后呢，就那边的教规跟中原的那个明教的教规还不一样，不光是你是圣女不能结婚，你是波斯总教的那个教主也不能结婚。这就是条件，就是说让小昭回去当教主。然后他就可以救他妈妈，对吧？然后呢，他就不能和他最喜欢的男人就在一起了。张无忌在一起，张无忌在心里面呢也是最喜欢他的。然后所有的镜头马景涛演绎的不错，所有的依依不舍的镜头，所有的跟小昭在那儿跟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有去偷乾坤大挪移，为什么会有到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个波斯的使者来跟他对打，然后就是把他们拖过去，就是要把他妈烧死，这些故事讲的时候，其实到最后跟他道出缘由，说我现在要去当教主了，然后也不能结婚了。那个时候马景涛演绎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哈，眼睛里面都是眼泪在打转的。因为马景涛的演技还是很在线啊。对。然后我只想知道当时马景涛他说的当时那个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能让图哥说一下？他以我们那个小时候，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时候，肯定觉得又是个软蛋了，喜欢的人那个不能表现出来，不能留下。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大了，就是知道他其实这个东西你分析的好，你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首先这个就是这个张无忌啊，他是有能力把这个使者给留下来的，对吧？把圣女给留下来的，而且包括他妈妈。对，因为那些使者，他在那个金庸在那个交代的那个台词，就是他写的那个故事里面已经说了，让张无忌的口说出来说，这些波斯使者的第一次打架就是没占到便宜，但是呢，他在跟他义父金毛狮王说的时候，第一次没占到便宜，不是因为他们武功高，是他们的那个武功的招式比较怪异，下一次碰到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基本上他就是有把握把他拿住，也就是说，就自从张无忌学会乾坤大挪移之后呢，他的有能力来接法场，对吧？对，他是有能力把小昭和他妈妈给留在身边的，对。而且，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东西了，就是说，张无忌为什么没有下定决心来破除当时？就是这个枷锁呢，他就为什么没有下定决心？就是说啊，我舍了一身剐，把皇帝拉下马，他为什么没有下定决心说我拼死也要把小昭给留在身边呢？这个点很重要啊！也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出于当时我们那个点啊，我20岁看，就是我10多岁看的时候，我只觉得哇。软蛋一个，走就走了，知道吗？就这样。但是我现在再回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我给你截的那个图嘛，他送他的时候，那个眼泪就是张无忌的眼泪就已经快开始掉下来了。对，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看啊，就是以我现在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张无忌，虽然说是哭着说的，知道吧？但是我还是说他很有没有担当这个男的，我只是站在我这个角度。你看小昭，就是男的，就是他就没有一种下定决心来破除这个，就是这种束缚。对，他是明教教主，然后心里面还就是要尊重那个波斯总教的决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反过来就说，就是有的女孩，你比如说，我们就说谁嘛，就说小昭他妈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昭他妈妈如果她继续当圣女呢，绝对前途无量。那为什么甚至可以当教主？对，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为了自己的爱情，就是我们金大师写的小说里，就是来回就是轮环，其实有一个循环。这样的情景还在之后会出。前面也有嘛，就是张翠山和那个殷素素，她就会不断的重现。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女的，她可以为了自己的爱情，知道吧？然后他可以抛弃他现在所有的一切，但是例子就是谁啊？例子就是小昭他妈妈，还有张无忌他妈妈，这个就是另外一说他了。但是，张无忌为什么他没有下定决心说小昭你留在我身边，我把那几个招式干死？因为现实拖住了男人。第一层有我们早上也谈过到这儿了，对吧？就是现实拖住了男人，然后有另外一个客观的原因吧，在旁边呢，他还有3个，他心里有，而且3个都以他为就是唯一目标、唯一的那个丈夫的目标的女生在旁边。第一个是珠儿跟他已经有那个。有一腿，有那个婚约了，已经就是差不多，他就是答应他怎么样都会去娶她，然后照顾她。当时那个珠儿也是被那个紫山龙王给伤了嘛，就是有点病入膏肓的那种感觉了嘛。然后旁边另外一个赵敏我们再说回赵敏这个事儿，然后还有那个像小白兔一样的周芷若嘛。其实就是女的可以为了男的。就是唯一，我就跟你说那个情节嘛，就是赵敏那个情节，就是他被张无忌给点了穴，不让他自杀。结果呢，他自己就是弄巧成拙，说自己有什么心肌炎，然后就是要把药拿出来，然后说自己不吃这个药就会死。结果呢，那个金毛狮王这个人是个心思神秘的人，太神秘人了。他就洞察人性。周芷若把那个药拿出来以后，左边是10箱暖丁散，
右边他说他是心肌炎的药，结果他把心肌炎的药就直接就抢过来，就是金毛狮王抢过来，谢逊抢过来，自己放到口里面吃，结果那个赵敏就狂叫着说这是毒药，你吐出来。嗯，然后就是我们说了，他最后能够连自己的父亲大义灭亲，父亲都不管了，就是要跟明教把他父亲杀掉的。虽然是朱元璋杀的，但是朱元璋是谁？朱元璋是张无忌的手下，对的，他们都是明教的人，明教就是他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元朝，就是他们蒙古人的第一大敌人。他能抛弃了自己国家，抛弃了自己的老爹，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放弃，因为他这样说的，他说我要回到中土的时候，我要率着那个千军万马攻打明教，而且我比那个他自己也知道张无忌是个软蛋，他这个人心思缜密，他又聪明伶俐，他一定会把张无忌弄死的，所以他先把自己给弄死，不让这个机会，他想把自己先弄死，不让就是这种机会发生，他已经就是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嘛。对，这个时候就另外也有反映出就是女孩，她真的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啊，感性的动物，对，一部分女孩，对。然后就说赵敏，她绝对是个很感性的，而且为了她自己的爱情啊，她可以把所有都抛掉，就是若为，就是爱情价更高的这种意思嘛。再说回张无忌这个，但是我们在说张无忌啊，但张无忌这个人，然后就是小昭送走了，没有念想，最喜欢的那个没有念想，他心里面最想的人是谁？可能就是赵敏。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是个心软的人，对方的所有的性格都吸引他。这就是什么？这有句话叫什么？就是缺什么物极必反，缺什么就需要什么，知道吧？对，因为张无忌的性格比较软弱，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性格比较强硬的一个女的在后面支撑他。对，如果你表现得非常的无害，你比如说周芷若，虽然但长得是最漂亮的，然后在这一版里面是最漂亮的人了，最漂亮的心上人。但是他的性格上可能会和张无忌有点那个，有部分是重合的。对，这样的话很容易被人影响。对，然后张无忌呢就会心想哇，就会不自觉的就会被另外一个性格，就是赵敏那种性格，就敢爱敢恨，然后性格比较强硬，然后而且还为张无忌舍身弃家，然后做出了各种让他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对吧？然后张无忌就非常喜欢，就深深的就被赵敏给吸引了。然后我们就说张无忌有为了一个女孩，然后抛弃齐家，然后杀父这种事他都说不出来，他满脑子就是仁义、道义、国家的那个自己的明教、自己的武当、自己的太师府、对，自己的义父，这些全部都在前面，都在自己的儿女私情前面，在他那个年纪，就是在我们看的前面那个几集，前面一直到30-40集的时候，这些东西全在他自己喜欢的女生前面。这就说明什么？就是说明男人还是很喜欢被社会束缚的一种动物，和女孩不一样。女孩如果一旦认定，她会冲着自己的那种很感性的，用自己感性会让自己达到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她其他的都不管，包括小白兔型的周芷若在那个灵蛇岛上面的那种。对，我们可以发现就是那个谁，金庸金大师写东西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用在一个小岛上，然后来形容一个东西。其实这就是在一个心理学上就是一个问题，是在你冲破了一个世俗的观念的一个地方，他是想不用再管其他人的眼光的地方，是吧？对，他是想营造出一个就是脱离就是现代社会一种世外桃源，就是进入一个世外桃源，没有社会的束缚，现代就是他们现实社会束缚，也没有道德的压力，所以他们可以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来进行发展。比如说那个他们有仇的张无忌的他爸爸，然后和他妈妈殷素素，他两个不管是
谁追谁哈，如果在现实社会，他俩绝对不会成为夫妻的，对吧？但是就是因为在他们脱离了就是现实的社会，所以他们就结为夫妻。然后我们就先说回那个灵蛇岛，然后灵蛇岛就张无忌为什么能和周芷若订婚这一块，然后就也是因为周芷若深深的又脱离了，暂时用感性脱离了现在就是现实社会的。当然了，他那个脑子里面他还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现在我觉得蛮同意的，他脑子里面还是个事业型的女士嘛。她虽然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把她造成了一个，就是让她能够就是自己抛开所有，暂时抛开所有什么师傅说就是发的毒誓什么死不瞑目，做恶鬼来找他，跟张无忌结婚就断子绝孙，这些东西都可以抛开旁边，说我要订婚。对，也不管这些了，因为灵蛇岛上，然后他太师傅管不到，管到的是在峨眉山，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认为他太师傅到不了，所以他就不会再想他师傅了，所以他就和他订婚了。如果在就是因为，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呢？所以我就觉得很诧异，所以我今天问了图哥，图哥说是因为他在珠儿的头七，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反过来想了哈，既然周芷若已经脱离了现实社会的束缚，为什么张无忌和他的义父两人和谢逊两个人还是受这种礼仪传统礼仪和道德束缚呢？就头七这些束缚呢？这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差别。就金庸的这个伏笔就打得特别好嘛，就差那么一步嘛，因为他的爹张翠山和他的妈殷素素就是速战速决嘛，对吧？就是结了婚，生米煮成熟饭在一起，任何就是大家就是在那个岛上面相互扶持10年，任何的事情都分不开他们，然后回到了武当，要死也是一起死。对，这叫什么？就差那么一点点，那个周芷若和张无忌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就是差了。其实这就是张无忌的一念之间。这也金庸的，就是金庸先生写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妙的，就是说，对，这个因为是张无忌要突出张无忌这个人，心里有太多的牵绊，有太多的礼仪束缚在前面，在他的喜欢人之前，他无法就是他的脑子里面无法就是把爱情放在第一位，所有的东西都比爱情要高。当然不是所有东西啊，就是他的礼仪，他的父辈，他的太师傅，他的明教，他的社稷，对，江山社稷，对，就是说其他的所有的天地军心师，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前面，只有自己的儿女事情在最后面，这就一个就是和女孩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可能这有点标签化啊，但是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是觉得张无忌这个人啊，就是从抛弃也不算抛弃啊，从小昭离开之后，就有点我是有点觉得这个人的人品，知道吧？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人的人品，知道吧？不管是从什么理由啊，我只是觉得从什么理由。然后你既然有能力，而且人家那个小昭对你做了这么多，而且还含泪脉脉，然后把人家送走，确实是不太好，不太像话，你懂吗？但是这个我们又返回来了啊。对，我们又返回来。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做呢？我可能会像张无忌一样。以我们这个年龄哈，重新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俩在灵蛇岛上面，如果以我们讲40岁啊，40这个年龄，不是20岁啊，不是10几岁那时候看的年龄，我们40岁这个年龄，我们在灵蛇岛上面，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张无忌的位置，我们一定跟张无忌做一样的选择。对的，因为40岁的年纪是受束缚，也不算束缚啊，就是社会影响，然后是最深的时候。但是如果在20岁的时候，我10多岁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张无忌为什么没有做？10多岁的是一个青春正旺，然后冲动、年轻，各种清华，然后天不怕地不怕，然后而且还没做，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张无忌这个人就那个什么，软蛋嘛。
但是反过来，我从40岁看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受社会啊、家庭啊各种牵挂比较多，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就是张无忌。他在灵蛇岛上的选择是对的。对，给着我是10几岁的时候看到你想想，就是你有能力保护你最喜欢的女孩，你10几岁的时候不会保护她吗？这就是当时。然后，但是我们回到了最后哈，我们谈一下最后的结局。虽然我还没有重新看完哈，但是我们谈一下最后的结局。行。结果，金庸先生的世界里面呢，还是蛮妙的哈。他可能还是保持着那个赤子之心哈，在20岁那个年龄的时候，张无忌呢，都是满脑子就是道德礼仪，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明教，自己的江山。到了30、40岁的时候，就是最后决定抛弃了国家，抛弃了自己的父亲，简直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赵敏。决定跟赵敏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把爱情放在第一位了。他又流浪江湖去了，对吧？隐居，我说的好听点就是隐居，说的不好听点啊，这个时候就是在不对的年纪，在做了不对的事情。我只能说，他如果20岁的时候做抛家，就是为了爱情可以奋不顾身的时候，我会给你点赞。在你30岁到40岁的时候，你又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当时哈，我会觉得他为什么会留下朱元璋，我会有疑问。到现在我还是有这样疑问哈。但是我只能说是在他这个年纪做了很不对的事情。知道吗？结尾之前哈，我想阐述一下观点哈。来，那么你没有觉得金庸先生在给我们这个年龄看的时候留了那么一点点希望吗？到最后觉得就是说，到了30岁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就是像你刚才想的那样想了，说，哎呀，如果把我现在这个年龄放在张无忌的位置，我会做张无忌20岁时候那个选择。但是金庸先生在后给你打了一巴掌，打了脸，说就算你40岁了，还是可以做选择，还是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人放在最前面，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后面。金庸先生是不是到最后还是侠骨柔情啊？行，你这个解读也不错，你这个解读也不错，不是吗？不是吗？虽然我们早上没聊到这儿哈，我突然就是想到了这个，最后我要结尾了。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金庸到最后，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就是让张无忌抛开了一切，和妖女赵敏在一起了。那个也可以，你这样的话也是给一个就是特别是30岁、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大约是这个年纪，可能对。然后他也就是说，他想在自己书中让自己脱离束缚一下啊。我是顺着图哥的话说的啊，这不代表我的观点，我只是说，我是觉得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是觉得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谁，你会做20那个，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刚才说的，你说你觉得。在你现在40岁的年龄，在灵蛇岛上还是会做张无忌那个20岁年龄做的那个决定。对的。愿你们永远不要在灵蛇岛上面要做这个决定。这是什么？这我们也最后说哈，我觉得金庸还是说，男的永远18岁，我感觉是他是想点这个题。如果按照图哥这种想法的话。但是张无忌18岁的时候做了40岁的决定，他只能说他永远没有长大，他长反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就是今天听着我们两个老男人在那扯，在那瞎扯啊。对，然后有兴趣的话，给我们点个赞，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吧。对吧？如果大家觉得我们那个频道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就把它分享给周边的朋友吧。好，下次再见，拜拜，拜拜。